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这个频道呢，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向全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人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就怎么样呀？不会错过了，不会错过了。那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会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作为谷歌的一个商业分析师，他是如何从中国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小城市，然后逆袭作为斯坦福的硕士生，后来又转行进入谷歌成为产品经理的。第二部分呢，也是他，那么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分享，因为现在呢，很多人我们在家里工作，因为疫情的原因，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压力这么大的一个互联网行业，很多人在身体健康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缺乏。那他呢，又是一个关于健身方面的一个小达人。那对于我来说，我也非常想要去学习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好。那特别是在疫情的这样一个在家工作的情况下，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请 Jasmine 魏杰明。那杰明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出生在北方一个2线城市，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爸爸呢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的妈妈是一个公务员。从小家庭就是很一般，不是特别富裕。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参加高考了。参加高考走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学习特别努力，超级认真，考上了一个985的大学，是天津大学。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有一个学姐就说，天津大学的工程管理现在在全国排名是第1位的，那你就选这个工程管理吧。于是我就选择了个工程管理的专业，每天都非常勤奋的学习。有一个转变，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学校突然有一个机会，要选30个学生去佐治亚理工大学做一个暑期的交换。于是我就报名参加面试，层层的选拔，得到了这个机会，去美国的亚特兰大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交流。亚特兰大是我看到老家。美国大学校园非常美好，美国人的生活也非常的舒适，有很多全世界顶尖的科研项目。我就直下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目标，我要去美国读书，我要去美国念研究生。那我就开始执行。我当时怎么准备托福 GRE 的呢？寒假过完年还有1个月的时间才开学，但是在过完年5天之后，我就回到了宿舍，埋头苦学托福 GRE。宿舍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每天的活动就是出去买一个饭，就是特别努力嘛。我也不是特别聪明，但是我这个努力勤奋的劲儿还是有的，所以最终托福 GRE 考得也都很好。而且我参加很多的活动，参加了很多学校的社团，我有很多爱好。大学的时候呢，就喜欢跳舞。全面发展被斯坦福大学给看中，最后给了我 offer， 是在斯坦福大学的 Civil Engineering。我来简单的就是综合一下，就是第一个，你呢来自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所以呢可能我们的观众可能也是哈，就是不是一定来自于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也可以怎么样呀，通过高考去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你也没有去到清华北大这么顶尖的学校，你去了天津大学虽然不错，然后你又去在国外交换的时候抓住了这个国外交换的机会，了解了自己的这个或者是了解了世界吧，对吧？就有了这样一个视野。然后你在跟别人相比，你特别努力，所以呢，你的考试成绩积的非常好，然后你的又有很好的一个社团活动和爱好，比如跳舞等等。那么在你申请斯坦福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呀？脱颖而出了。斯坦福在天津大学每年招的人多吗？大概每年会招1到2个人。哇，在我那一届破格了，招了4个人。那也很少呀，因为我相信斯坦福可能还是招清华北大的会多一点。那天津大学招4个人的话，你就其中一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人。那你后来我们俩认识是因为你在谷歌上班嘛？那你作为一个学这个土木工程的人，后来是怎么进入到互联网这个行业？这个转行也很厉害，特别是对于很多人想要进入互联网行业但还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你来讲一讲你的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跟别人说，我大学学的专业非常的土，就是土木工程。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申请好多土木工程的公司项目管理的职位，申请这个职位其实是超级困难的。一是土木工程在美国它不是一个新兴行业，说好是非常稳定，说的不好是一个黄昏产业，太成熟了，它招的人非常的少。第二个困难呢，我是一个国际学生，没有签证，我的英语又不像美国本土学生那么流利，本来招的就少，我又不是这方面非常优秀的一个，所以我当时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我就换一下关键词来搜索，搜一下建筑，英文是 architecture， 搜完了之后，你猜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全都是 CS， 全都是 computer architecture。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把我的毕业推迟了2个学期，然后这2个学期我好好努力，学很多 CS，
还有统计方面的课程，然后申请一下这些方面的职位。这个地方我插入一下，就是说斯坦福是可以选别的专业的课的，是吧？就是你不管你选什么专业，你都可以去选 CS 的课，选这个统计的课。是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有一个嘉宾叫艾琳娜，以前是在斯坦福念 MBA，她念 MBA 的时候也是学过一些 CS 的课程，后来成为了谷歌的产品经理。所以这实际上是斯坦福的一个优势，对吧？很多学生都可以去学，对，跟科技相关的、互联网相关的这个课程。斯坦福这方面的课程，学生特别多，有各个专业的去选，一般都是好几千人。我就学了这些特别大的课，也学了一些比较小的、比较实用的，比如说 MATLAB、Python、数据分析，还有数据结构。在学完了这些课之后，我把我的 LinkedIn 简历改了一下，写上我学过这些数据相关的课程。改完了之后，联系了好多公司，就问他们有没有暑期实习的机会啊？而且即使不给我钱，我也想去实习。在我主动联系了大概20家公司之后，真的就有一家的创始人是斯坦福毕业，有这样一个运气，这样一个契机，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无薪实习的机会。数据分析可以多去和自己的校友联系，这说不定你的校友他建立了公司，他就需要招实习生，所以建议大家多出去联系，多 reach out。后来这个实习做完了，我又把我的 LinkedIn 简历改了一下，改完了之后呢，得到了一个电话，现在有一个很大的 client 在做数据分析还有建设的一个交叉点，你愿不愿意来做合同工？然后这个很大的 client 呢 turn out 就是谷歌。谷歌的全球数据中心需要一个既懂建设又懂数据分析的人来做它的数据分析，这样我就是最好的一个交叉点。对哦，你又是学土木工程的，然后你又在斯坦福修了数据分析的课，做过实习，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于，如果你要转专业的话，你就要找一些新技能，但是又应用到你原先这个行业。比如你先学化学的，你看能不能跟有个化学跟分析的；你先学这个建筑的，能不能找建筑跟它合在一起，对吧？找一些这种交叉点，这样对你切入行业是很有帮助的。好的，那你刚刚讲你是来自谷歌，因为你有这个2个结合点。后来呢，你又成为一个合同工，但后来你是怎么转成正式的这个分析师的呢？我约了很多人，邀请他们喝咖啡，邀请他们吃午饭。这个在谷歌有一个优势，就是喝咖啡、吃午饭在公司里面都是免费的 ，coffee chat 或者是 lunch， 你可以只约半个小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认识很多的人。我当时跟他们说，我想找一个全职的工作，你们组有没有在招全职的人啊？就这样大概和50个人喝了咖啡吃了饭之后，就真的有一个斯坦福的校友，他在谷歌的千兆光纤项目，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个承诺，你现在过来还是合同工，但是我们组转正的速度特别快，你2-3个月就会转正的。去了这个组，后来就转没有直接翻身，2-3个月之后，这个人就跟我说，现在我们组转正的几率很少了，如果你想去其他的组呢，你也可以去。晴天霹雳。所以这个时候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在谷歌看一下 job opening， 看一下他在外面贴出了哪些职位公告啊，我就去申请一下。我以一个 external applicant 的身份来申请一下这些 external jobs。但我比这些 external 人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已经在 Google internally 工作了8个月了。所以我在申请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最后就真的申请到了一个全职工作的职位，得到的 offer。这个时候我的老板就坐不住了，他就说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给你转正。于是就给我转正了。所以最后你是留在原来那个组了是吗？是的。好的，那这个我觉得听上去是这么回事哈，就是首先你毕业之后呢，先去找一些这个实习了，并且寻找跟你以前相关的方向，把你的新技能、新方向和旧技能、旧环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先从这个合同工入手，然后在公司内部呢，不断的通过 networking， 比如说吃饭啊、喝咖啡啊，认识很多人。然后同时呢，也去投外面的职位。然后因为你的公司毕竟做过合同工，所以做过合同还是有点优势的，了解公司的情况。然后呢，最后拿到了全职的工作，还拿的不止一个，还拿了原来组的，就是2个给你选择，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呢 ，Jasmine 就成为了谷歌的一个分析师。你现在在什么组呀？我现在在 Google Stadia， 是云游戏。云游戏啊，这个我很喜欢打游戏，所以希望你们的产品能够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好，今天呢，我请这个 Jasmine 来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栏目很多都说我们这都是请的这种超级大神，对吧？但是 Jasmine 其实是让我觉得是一个邻家女孩，就是跟我们一样，一个非常普通的背景，但是呢，她是一个怎么样呀？个人的逆袭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成绩也很好，但是也不是清华北大，然后也能申请到斯坦福，但毕业之后呢也很忐忑，因为他毕竟是学土木工程的，然后再转行，一步一步很努力的成为谷歌的分析师，然后现在在这个云游戏 Stadia 公的这个产品。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希望给大家一个启示吧，就是你我他都很平凡，都很普通，都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神的，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像 Jasmine 一样努力过来。好，那我们今天内容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这个身体健康。那在讲第二部之前呢，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如果喜欢 Jasmine 的话，请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并且怎么样分享给其他人。那为什么要这个说身体健康呢？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人到了30岁以后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与否啊，跟你的这个竞争力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不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强壮，你有很强的这个工作能力和效率。那 Jasmine 她碰巧又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健身达人。好，Jasmine说说看，这个健身方面你有些什么样的见解？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都在家工作，或者是在办公室长期面对电脑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保持好的一个健康状态呢？好的身体有80%是你的饮食，剩下20%是健身。3条小建议，你可以怎样在家吃得更健康？第一条小建议，减一减，换一换。如果你经常吃外卖，比如说你一周吃7天外卖的话，你现在可以减一减，减成每周6天。如果你做饭加很多油的话，你可以试着少加一些油。如果你吃很多糖，比如喝很多奶茶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下这些糖的数量。这样一点一点循序渐进，非常容易坚持。然后换一换呢，也非常简单，就是细粮换成粗粮。细粮呢，包括白米、白面这样比较精细的面食。粗粮呢，比如说小米、燕麦，没有加工过的食物。第二个小 tip， 盘子原则。你在家吃饭的时候啊，用一个盘子，一半你可以装上蔬菜，剩下的1/4粗粮，然后再剩下的1/4呢是肉类，而且尽量不要用太多的油。你可以 grill， 可以烧烤，如果你很喜欢油炸的，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第3条，灵活搭配，蔬菜经常换一换，面食也经常换一换，换不同的口味，这样不会吃腻。而且你在准备这些食物的过程中啊，是不是和家人也有一个互动的机会呢？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也跟家人分享一下，这样让家人和你一起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每周有1天作为奖励日。我在奖励日的时候呢，喜欢喝奶茶，吃小笼包。大舅，你奖励日的时候喜欢吃什么呢？我可能要向你学习一下，我怎么就感觉我天天都是奖励日呢？看来我要向你学习，我以前只能给自己1天奖励。一般周几啊？周末吗？周末比较容易，因为你周末可能也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嘛。那我要吃辣子鸡。好的，那除了吃饭之外，你关于运动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建议呢？运动方面，如果你没有时间去 gym 的话，其实在家你也可以运动。一是多走一走，比如说正在 meeting， 然后你没有在说话，那你就可以从你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腰痛、背痛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每2个小时做一下伸展。我今天教大家2个非常简单的伸展动作，一个是往前的，一个是往后的，前倾，这样做成一个弧形。然后如果你有桌子的边缘的话，也可以手放在桌子的边缘，这样前倾一下。这个英文叫 kite position， 猫咪。往后就是你的肩膀往后靠，然后这样 stretch， 这样会伸展到你的前面，还有伸展到你的后面。你的背部呢会得到一些休息。像不像是一只招财猫啊？有点。好的，谢谢。今天我特别跟这个 Jasmine 讲，就是说，因为现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现在在家里工作，都会觉得在身体上还是非常有挑战。所以呢，今天当然时间非常有限，所以他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的有限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去他的频道上，他经常教大家怎么做健身。最后呢，我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我觉得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过所谓的努力、所谓的智力、所谓的领导力，这些我们当然都很重要，我们对行业的发展很重要。但是呢，30岁以后，一个人的身体强壮与否，他是不是有很好的精力，真的是对一个人的个人的发展，不管哪个行业，互联网也罢，什么也罢，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体验。那我觉得我减肥的时候，我体能就很好；我长胖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疲惫。然后很不幸的是，在疫情期间我就长胖了。所以说，我要多向 Jasmine 学习。那 Jasmine，大家怎么能以后找到你呢？如果大家也想向你学习这个健身方面呢？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Fitter Than Yesterday， 每周会带着大家 live stream 来健身。
欢迎大家加入。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再稍微总结一下。那么 Jasmine 杰明呢，一个故事就是他是如何逆袭，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小孩，然后一个2线城市到天津大学，到斯坦福当年录取了4名天津大学生之一，就那一年就这4个人。然后呢，后来又逆袭换行业，进入谷歌成为一个分析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健身博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健身十分的重要。我希望告诉大家这么一个 wellness， 就是我觉得要让大家这个很强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话，你的身体一定要非常非常好。所以的话呢，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呢喜欢的话，请给我们点一个赞。然后呢，怎么样呀？我们现在在往这个屏幕上会打出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的硅谷大舅频道的读者群，你加这位小同学的这个微信，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怎么样呀的群。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大家在 B 站上的3连，感谢 Jasmine 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吧。Jasmine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大家再见，拜拜。